终于啊 ，Proton 第一辆电车 Proton EMA7 正式发布了啦！又见面了，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式发布的 Proton EMA7 它的庐山真面目但是在我们进去看这个 Proton EMA7 之前在这边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 Bandung AG Proton EMA Showroom 邀请我来这边做拍摄。据说这间 showroom 它是桃园唯一一间 Proton EMA 的 showroom 当然这个地方也非常容易找就在这个 Bandung 家宴对面罢了。我也会把它的地址还有联系方式放在下面留言栏置顶在那边啦。好了，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去看一下这辆 Proton EMA7 它的庐山真面目吧。Let's go。好，观众朋友，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这个正式发布的 Proton EMA7终于它不再是粘着一大堆零零珑珑的 sticker 了。因为最近那个 Proton 呢，他们有举办那个什么所谓的预览会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Proton EMA7 架到各处去，让马来西亚人民可以预先预览但是粘着那个 sticker 其实看起来那个车子很乱很复杂。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那个预览会看到这辆车子，通过它的外形来判断，其实它跟那个中国吉利银河 E5 它们其实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啦，没有做任何太多的改变。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到底这个马来西亚版的 Proton EMA7 跟吉利的银河 E5 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是在这个外形部分方面呢，其实跟这个我们网上可以看到这个吉利银河 E5 是大差不差啦。整体上它用的这个设计呢都是非常平整，没有太多的空洞毕竟这是一辆电车嘛，它就像其他电车一样，不需要太多的撞风散热效果。但是有一点很特别的是据说在下面这个 lower grill它是有一个 adaptive 开关的功能。也就是说呢，当它需要做散热的时候呢，它下面这个 lower grill 它的开关会打开，产生一个撞风散热效果。当这一个里面内部它已经散热过后呢，它就把这个东西关起来，让这辆车呢有一个很好的低风阻系数的效果。至于它的头灯来讲的话呢，头灯造型整个非常的 sharp， 非常的 simple， 它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设计。里面就是一个 projector 头灯加上一个 daylight 这样子罢了。然后下面我们看到它是有两条 U 字形的这个 daylight， 在中国确实这个两颗胡须式造型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 daylight 的。不过在马来西亚，它真的只是一个装饰作用罢了，它完完全全没有 daylight 的功能。这辆 Proton EMA7 呢，它要对标的车非常简单，也就是比亚迪的 Atto 3，它是一辆 C7 的 SUV， 而比亚迪的 Atto 3呢，也是一辆 C7 SUV。所以可以看到它整体的这个长度车身长度其实蛮长一下的但是它的离地间隙，我个人感觉是有点低啦。但是离地间隙低有一个好处你上下车比较方便。当然可能有人会讲这样子离地间隙低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在过哈吗？还是某些路段的时候这个电池压到这一点你们放心他们 Proton 现在采用的电池呢是神盾短刀电池，他们这个电池它的那个耐创性非常的好。当然他们也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也就是 Seal to Body 的技术。这个技术来讲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电池跟这个车身作为一体，让这个车身的刚性还有这个 handling 变得更加的好。好，来到这辆 Proton EMA7 它的后尾它的后尾如果是说没有这个 Proton logo 跟那个 EMA7 logo 的话呢，它的尾部造型设计真的是有一点像 Porsche 那种既视感它中间呢是有一条很长的贯穿式的 LED 尾灯。整体来讲的话呢，它的造型设计是属于那种很圆润的造型设计啦。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尾盖，它也是有一个 Power Tailgate 的功能当然这个 Power Tailgate 功能呢，你也不只是可以在这个尾盖开启，你也可以用中间的萤幕来开启这个电动尾盖。至于它的后箱的承载空间真的很大。刚刚我有几个行李箱测试它是可以容纳4个20寸的行李箱，而且它的空间还是绰绰有余的那种。重点是打开它下面呢也是有一个很深的空间，可以让你放东西刚刚我也有测试了把一个20寸的行李箱放下去，它确实是可以容纳一个20寸的行李箱。重点是刚刚我们有把这个小茉莉放下去小茉莉也可以塞入这边所以平常要去绑架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对于那种小孩子的 size。这个尾箱空间很大之外其实中排的椅子呢也是可以支援6/4分离倾倒的。倾倒过后整体的空间真的变到很大刚刚我也躺上去试了一下，哇，这个空间感确实蛮不错的我在上面滚来滚去，完完全全没有问题。这样子我可能想了一下，如果是说今天我买了这个 Proton EMA7 的话，再加上我买一个气垫床 ，maybe 可能我今天上班有点累了，我中午吃了一个午餐，这样子我就可以打开这个气垫床，
铺在上面，我就可以睡一个可能30分钟的午觉，让我可以休息一下，充满电。重点是在电车上面睡觉，你不会中一氧化碳的毒。不过讲回来虽然讲这辆 Proton EMAS 7它的承载能力不错，不过呢有一个小小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少了一些遮蔽物。平常我们看一些 SUV 车嘛，这些 SUV 车它都会提供一些遮阳帘或者是挡板让你挡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走过人也不会通过后尾的玻璃看到你在一些什么东西。可是这个 Proton EMAS 7呢，却没有遮挡的遮阳帘或者是遮板，所以这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 Proton 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优化啦。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 Proton EMAS 7它的后座哇哦，坐上去的感觉，首先给到我的第一个感觉呢，就是真的很大大到非常夸张。可以看我跟前面的前座距离，我们的膝部空间好多个拳头真的 EMAS 7它的空间真的我觉得很多拱很强很厉害。然后可以看到我的头部空间我180了180，所以我的头部空间还是有很多。重点是加上它的屋顶的这个布是像这个白色嘛，所以就减少了你这个压迫感。再加上呢，这个椅子坐起来感觉哇很舒服，泡棉非常的有支撑性。听这个 SA 跟我讲这个泡棉呢，他们是用了5种不同的棉组合而成，所以让你觉得它有支撑性，又坐得很舒服。加上它的皮革是像那种丝滑的皮革，你坐起来整个感觉哇，真的很想在这个后座上面睡觉然后它的椅背呢，也可以做到2段式的椅背倾斜角度，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后座乘坐体验真的很棒一下。这辆车它的后座有一个小巧思，来这边，在这边还有一个储物空间，可以让你放3.5 kg 的东西，女生放鞋子，或者是去 camping放水放零食在这个后座，非常的 perfect。所以这个就是后座带给我的体验至于这个 Proton EMAS 7它的前座 dashboard 的用料呢，虽然讲它没有用上大面积的软皮革它只有在这个部分用了这个软皮革，加上这个部分呢也是丝滑的软皮革，在上面呢它是一个 hard plastic 这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实用方面呢是不会影响到你但是有一点值得称赞就是它所用的那些所谓的金属元素并没有很多但是它点缀到刚刚好。重点是它的金属也做到非常的有质感。因为我看过很多中国电车，他们为了营造这些所谓的金属元素就加入了一些看起来好像很假的那种 plastic 金属让你看到为什么这个金属元素这样不行可是这个 Proton EMAS 7的呢，它的金属元素我觉得它做到非常的好这点来讲呢，就给 Proton 一个赞前座最主要的，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有2个非常显眼的 speaker 直接在 dashboard 上面写着 Fly Me Sound。整个的音响系统听讲网评确实是不错一下加上它整体的车机系统呢，也是非常丝滑顺畅的。至于这个车机功能其实是蛮多的，等一下我去找 SA 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车机系统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在讲回来这个车机系统特别的地方之前先来讲一下这个前座的乘坐体验首先就是这椅子坐起来，它的椅背的包覆感确实是蛮有包覆感的，它不会让你觉得这个椅子很大张或者是很小张这样子。它整体来讲坐起来感觉确实是舒服的。可是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的这个椅垫对于大腿的支撑我觉得是少了一点。如果是说它可以加入腿托，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确实可以帮助到这个前座的乘坐体验再来我还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它的中间空间下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刚刚我有把我的平常背的 Along Bag 放下去，可以没有问题它可以融入一个很大的 Along Bag。除了这个中间的 console 它有一个很好的放包包的位置之外，其实它在这个门板上面呢也有一个小巧思。平常我们的门它就会挖一个洞，关门的时候抓住那个洞关门。可是 EMAS 7呢，它直接在这个门板后尾做了一个缝，所以你在关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抓住这个缝直接关门。如果是说你拉这边关门的话你是需要很大的力气来关门，毕竟这个门很长，你拉的接触面少，所以你需要很大的力气才可以把这个门关闭。可是在这个位置就不一样了，你只要抓着这个缝关门就可以了，很省力。但是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这个缝容易常肮脏所以平常还是要定期来清理一下看我这样子摸下去我就可以摸到一些灰尘了。
然后这个 Proton EMA 7呢，它的车机系统太厉害了，但是我不熟，因此我请来我们的翔哥啊，之前这个翔哥呢也有在这个阿豪频道出现过啦。我的印象深刻就是那个戴假发的，那个是客串啊，暗黑史。So 好，现在他是在这个 Proton EMA 的 showroom 当 SA 啦，是，所以现在就让你来为我们演示它的车机系统有些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可以，没有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像一些 wallpaper 的调整啊等等，然后下面这里就有一个快捷的这个 shortcut key 的 icon 的你的 apps， 其他的显示就比较简单，就是我们的轮胎胎压侦测，还有这个外放电的功能。所以当滑下来的时候，你要调节你的这个驾驶模式，这边就可以更换 Eco Mode、Comfort 跟 Sport Mode。当然还有我们比较想要在车里面静静的一个人待着，因为大家都习惯说，开车回家不想进家的这可能，这个是男人喜欢时常做的事情。对，它还有一个比较属于私人的 relation space， 这个它就音乐或者是一些画面更换应景的 background music 给你。OK， 对，这种海的声音啊，这种山林的声音啊，还有夜晚的声音啊，等等这些。所以就可以很静静的一个人休息，或者是办公都可以。我们可以静静的躺在这个车上面，可能睡一个午觉。对，还是你跟老婆吵架被赶出来，然后你的心情烦躁的时候，你就开这个休息模式，睡在车里面。重点是电车不会一氧化碳中毒，对，它不会有废气传进来车里面，所以你可以在里面休息1个小时、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甚至你要过夜也没有问题。是。但你的电量一定要足够啦。OK， 点击这边进来这个 GPS 的过后呢，它就问你，如果你刚好你的车机不够电了，像现在这个情况，你就可以直接寻找你的车的位置附近有哪些充电桩。它也可以根据充电的速度，就是它的多少 kilowatt per hour 的这个速度来选择你要的充电站。这类是打个比方，我要去 Jom Charge 这边。他就跟你找 Jom Charge 这边它是属于什么形式的充电，普通充电呢还是高速快充，甚至这个充电站呢它也可以在手机的 Apps 里面做显示。对，所以手机 Apps 也可以直接找到你的车的附近有什么充电站，可以让你去到那边充电。而且付费全部在那个 Apps 里面一次过做完。其实我只要下载了这个 Proton EMA 的 Apps 就可以整合了所有从付费到找充电桩整个的动作。这样子吧，没错，所以在这个 app 上面就会比较方便车主使用，找充电的站啊，或者是检查车的一些车况啊，都会在这个 app 里面做显示，所以是非常便利的一个操作系统。这台车呢，它的充电速度是能够提高到32。我们知道一些品牌它可能只有7个 kW， 对，per hour11个 kW per hour， 这台车可以扫不到最高32。对，我听过最高也是到22罢了，这辆车到32，我觉得是32，当然主要是要看我们使用的充电这个设备能够提供到多少的这个速度啦。对，所以它还有外放电的功能。但外放电只限于高配版，低配版的车型就没有外放电哦。缺点。就讲到外放电呢，它就有提供了另外一个 Camping Mode。还有 Camping Mode。Camping Mode 这边你的 Camping Mode 电，当然首要电池一定要高过28%以上。像我这台车暂时的电量会比较低，所以它就不能够开启 Camping Mode。所以它就能够外放电到多少%？28%到100%的外放电量。当你的外放电量低过28%的时候，它就会停止再外放电给你的其他设备了。这样子这个28%它自己 set 的还是可以手动调节？可以手动调节的。就讲如果是说今天我可能距离这个充电站很远，我可以 set 它58%。对，没错，就是你外放到58%过后，它就停止外放电，你就可以直接去到你要的充电站再继续充电。目前这台车它还没有支援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但是预计2月或3月就会正式提供这个 OTA 的升级。就是会有升级得到可以去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因为很多的电动车目前都淘汰了实体按键，但其实 EMA 7这边还有实体按键，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这边有个旋钮跟这个4个冷气的按键。所以当我们如果说想要调声量的时候，传统的方式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 Steering Mode 这边调整，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在唱机或者是这边加多了一个旋钮，所以只要调整旋钮，它就可以调整它的音量。
有些顾客就会觉得，哎，可不可以再加多一些其他功能？可以，没有问题。除了音量以外，当我们点击下去，它就可以调冷气风量的风量。好，这个东西好，真的很好。所以这个实体按键就提供了一个便利性在驾车时候的这个体验。当然我们除了调冷气的风，它也还有其他的选择。当我们 press and hold， 它就可以有5种的这个模式选择。所以第一个首要的，它一定是音量的调节。第二个的调节就能够从这5种模式里面更换你要的这个方式。其实我看到最主要的可能还是，我觉得这2个比较重要，对，冷度跟这个风量啊，就看你自己选择了。这边冷度有的调，风量有的调。是。听完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辆 EMA7 它的配置还有车机系统啊，现在该是讲一下这辆车的价钱了啦。首3000位预定 EMA7 的买家将可以有4000块钱的折扣。Prime 版 EMA7 呢，折扣了过后的价钱啊，售价为105,800块钱。至于 Premium 版本呢，扣了折扣之后啊，它的售价为119,800块钱。2个版本相差了14000块钱。那么我们来听看一下，翔哥来讲讲看一下，到底这2个版本差别在哪里？OK， 这样子想问一下，这个 EMA7 已经正式推出了嘛？到底2个版本之间的配置有些什么不一样吗？好，说到2个版本呢，一个是 Prime 的版本，就是属于低配版的 EMA7，然后 Premium 是属于高配版的 EMA7。所以2个版本的差别在于天窗，我们所谓的天窗就是只有 Premium 版本才会有，然后还有氛围灯，也就是有 Premium 版也才会有。再来就是它的16个 Flyme Sound Audio 的这个音响系统，16颗。这16个 speaker 呢，它能够炸出1000瓦的这个 surround 的这个氛围的这个音响。我有1000瓦，我有点不太明白了。我只要它听得响，不要听得沙沙声，然后整个的音质不错就已经很好了。是，所以在这个 Premium 版它就有16个 speaker， 如果是低配版它只有6颗 speaker 罢了。所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头枕我也发现到，是头枕方面呢，在高配版这边头枕里面 driver side 的头枕，它也会有 speaker 在里面。那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电池组也比较不一样。高配的版本60个 kWh， 如果是低配版呢是49.32的这个 kWh， 所以续航里程一个345，一个是410。重点是这个是 WLTP 那个最准的不是 NEDC 每次报大数那个，最接近我们实际驾驶的续航表现。NEDC 每次看到数字很大的，可是你一算成 WLTP 的时候，最少应该扣了一个30到40%。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卖点呢，就是高配版有冷气通风座椅。这个冷气通风座椅不只限于你的椅垫，椅背也是有，背后也是有。然后还有这个驾驶位这边会有 memory seat。对，记忆座椅，而且是有3个记忆座椅，3个的模式选择。OK，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轮胎尺寸，一个是高配版是19寸的轮胎双色那个轮圈的尺寸，到如果低配版是18寸的这个双色轮胎尺寸。不过我觉得啦，其实这辆车用到19有一点太大了，18其实应该刚刚好。如果你要追求稳定度，其实19会比较舒服一点。肯定。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2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之处啦。对，差别在这边。好了，今天这个 Proton EMA7 大概的讲解是到这边了啦。我很期待我有机会试驾到这辆车了。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翔哥被我重金邀请，从阿豪那边挖来为我讲解这辆车这么详细的内容因为这个车机跟你讲，没有上过课，你真的不会去玩它，你完完全全第一眼看下去，你就只会看有没有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更深入的还是要经由这些专人上过课的来为你们讲解。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于这个 Proton EMA7 有兴趣的话，想要了解，你们都可以来到 Blandong 的 Proton EMA 的 showroom 来找我们的阿翔哥我会把他的联系方式放在下面留言栏置顶在那边的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